这气味真是令人作呕。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难道之前我有得罪过你们？退后！你是谁？前来为何？上头有令，取您性命。如今您身受重伤，正是最好的时期。哼，自不量力。二殿下身后那个凡人真是宝贝的很呢，重伤未愈，灵力不济，身边还带着一个累赘。废话还挺多，就凭你，怕是连我一根毫毛都碰不上。你的阵法快撑不住了。撑得住撑不住，你上来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怎么不敢？大人，这底下……走！大人，不追了！底下有东西，军师蓝断重伤在即，等他和那东西斗得你死我活，我们再下去将他的内丹收回，给阴祭离那老家伙炼丹。至于他的龙晶嘛，自然是归我所有。贵阳姑娘，这个办法可行吗？真的能说服苍敖国的四皇子？人心事是最难测的东西。别看白玉此人一副温婉尔雅、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可他做起事来比谁都狠。他巴不得苍敖国太子立马下位。从前我和他有过几分交情，不过是利益来回罢了。此番倒也是没什么不同。苍敖国太子白燕出兵围剿蛟龙族，若是成了，你想想太子会如何？既然白羽此人对太子之位势在必得，那他必定不能容忍白燕获得大功，居居高位。太子之位本来就压他一头，若是白燕再立下如此战功，威望大增，朝堂上下谁还敢有二话？不错。龟体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四殿下别来无恙。这位是我门下的弟子，姓韩。鲑鱼姑娘此番前来，不只是为了喝我一杯酒吧？四殿下是个聪明人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蛟龙族被围剿一事，四殿下想必是知道的。知道？怎么，贵阳姑娘还是打算帮蛟龙族？殿下冰雪聪明，这场围剿若是成了，太子殿下的功劳簿上又要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归瑶姑娘的意思，本宫不太明白。四殿下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太子白燕若是平了蛟龙族，威望大增，太子之位稳如苍山。到时候，四殿下再想做什么，可就难了。你想让本宫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四殿下只需要在苍敖国朝堂上轻轻推一把。怎么推？蛟龙族盘踞深海万年，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若是粮草不济，补给中断，或是后方出了什么乱子，苍敖国太子在前线，怕是坐不住。鲑鱼姑娘，你的胆子比本宫想象的要大。四殿下，你的野心也比我想象的要大。韩公子，从进门到现在，你一句话都没说。归央姑娘是第一次带人来，本宫还以为你是个哑巴。在下不过一介小小弟子，主客相谈，岂有旁人智慧的道理？你这个弟子有意思，本宫倒是好奇，
韩公子除了懂礼貌，还会什么？在下会的东西不多，不过在下知道，有些事不需要亲自去做，借力打力，坐收渔翁之利，才是上策。有意思，归阳姑娘，你这个弟子，本宫很喜欢。四殿下喜欢归喜欢，人可不能挖走。除了让本宫在后方做手脚，你还有什么筹码？本宫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四殿下，白燕结党营私、密谋篡权的证据，我这里有一些。不过四殿下也知道，这种事完全的证据要靠自己去搜集。我给你的只是一条线，顺着这条线查下去，能挖出什么，就看四殿下的本事了。本宫可以答应你，但你要知道，这件事若是败了，本宫不会承认与你有过任何来往。自然。收了。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父皇，韩渊，你是我的小儿子，韩渊。父皇，累死！我的好孩子，你真的还活着。父皇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你的头发怎么染的？用墨汁沾上法术染的。我如今不便以真面目示人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不是被那个龙隐国太子？他没杀我，只是抽去了龙筋。岂有此理！那个混蛋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敢抽你的龙筋！那个龙隐国太子，本皇迟早把他碎割万段。还有他那什么狗屁龙隐国！父皇，其实君士坦他对我很好。对你好？他抽了你的龙筋，这叫对你好？好孩子，你是不是被关傻了？君士坦他没有那么坏，他抽我龙筋是因为我确实屠了城，杀了人。他修的是帝王之道，总得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我欠那些百姓的，他替我还。他把我关在东宫，可他没有折辱我，没有让我做任何不愿意的事。他教我分辨是非，教我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他给我请太医，给我做软榻，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。就连我那些过分的要求，他都没有拒绝过。他还把灵虚素净给了我，护我周全。他真的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父皇，我喜欢他。罢了，你喜欢谁，本皇由着你。但你记住，蛟龙族的皇子不能受委屈。他要是敢对你不好，本皇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把他那个龙隐国掀个底朝天。我的孩儿出去了一拳，心也跟着被人连窝端了。父皇，行了行了，都依你。等会儿本皇就出去，把那些什么假仁义继一毛黯然吃人不吐骨头的正道败类全杀拉了，一个不留。父皇，您不能去。不能去？他们欺负到我儿子头上了，本皇还不能去？那些修士围剿蛟龙族，用的是除妖卫道的名号。你若是出去，正好坐实了蛟龙族弑杀成性的罪名，那时候才是真的着了他们道。若是他们是为我而来，我愿意为此偿还。可惜他们是为了嫁祸蛟龙族而来。说什么呢？你的龙筋不是被那龙隐太子抽去了？一条龙筋换城中百姓的命还不够，更何况妖族湮灭死亡不入轮回，可凡人有前世今生，他们的死不是结束，你的龙筋被抽了溜就没了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应该是饿了，从昨晚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。
一会儿让人被扇。大哥，四哥去哪儿了？四弟和归阳姑娘在深海之上，和三派的人对峙中。放心，归瑶姑娘已做好了万全之策。朕听说你在东宫里藏了个美人。怎么，还想瞒着朕？朕又没说不让你纳妃。你是太子，东宫空悬多年，朕早就想给你选秀了。你若是有喜欢的人，愿意娶她为妃，朕当然鼎力支持。父皇厚爱，儿臣感激不尽。只是儿臣暂无此念，不敢劳父皇费心。你的伤如何了？劳父皇挂念，不过是些皮肉之伤，将往几日便无碍了。父皇不必为儿臣忧心。你从小就是这样，什么事交到你手里，朕就没有操过心。文治武功样样拿得出手，朝堂上下没有不服的。你这个太子，当得比朕预想的还要好。朕有时候觉得，老天待朕不薄，让朕有你这么一个儿子。父皇谬赞。不过，你和石兰比斗的事，朕也听说了。石兰这孩子，朕和你从小看着他长大，有才、有勇、有谋，朕从来不否认。可他心里那根刺，朕也知道。从小到大，他总觉得朕偏心，总觉得被你压着一头。朕到底有没有偏心，朕自己也说不清。但朕看得见，他对你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。纵有万般本事，免不了和你争斗一番。他这辈子怕是绕不过这道坎儿了。儿臣明白，二弟的心思儿臣一直都知道，儿臣不怪他也不怨他。若是换了儿臣站在他的位置上，怕是也会不甘心。只是此番比斗之后，二弟便不知去向，儿臣已经派人四处寻找，若有了消息，定会第一时间禀报父皇。石兰那边，你派人去找，朕放心。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翻不出你的手心。朕知道你心里有数。过几日，你的母亲便要回宫了。还有石兰的母亲，她与你的母亲同行，二人一向交好。这次在外面游玩了半年，也该回来了。顺道华烧还带了一位绝色佳人回来，你母后带来的，你见了便知。灵书速如速尊，有意思。年轻人出手倒是利落，可惜什么？灵虚素问，上古牧神以剑木玉髓所铸的神剑，你是谁？放肆门弟子，请赐教。果然有其师必有其徒，都是一样的，冥顽不灵。你师父为了护住蛟龙族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徒弟，这番胆气，本尊倒也是佩服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苍蒙与龟啼正和三派纠缠着，自顾不暇。我看你今天也是命数已尽，留着点念想，到地府忏悔去吧。
你怎么会如此阴邪的法术？死人不需要知道。你和你那柄剑，本座收下了。殷老头，打一个晚辈，用得着下这么重的手吗？归元，你也来了，正好。殷老头，现在只剩你一个人了。要怪你，只能怪苍敖国和天狐坊，谁让他们不出兵又不出力呢？原来如此，你们早就商量好了。殷长老，您请自便，是要留在这里被我的火烤一烤，还是自己走？您选。那大都之乱，还能走吗？能。你醒了呀？我等你好久了。喜欢。这么急着投怀送抱？喜欢你身上的气味，喜欢你的身体，喜欢你吻我。爱我吗？没有，不够。你不喜欢我吗，殿下？身体是很美味，可惜我不喜欢主动送上门。殿下，迷魂花海，花粉入体，则心念浮动，褪去之后仍有余毒潜伏。若你离开我半步之内，花粉便会重新侵染经脉，倒是省了本宫的力气。明月西沉，飘进寒灯，无口深门，海风月香缠身。
偏着爱恨，一起劫掠更残痴缠，红豆是醒了。放我下来！你确定你现在站得住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不认识。不过这些人的死状，恐怕跟这行字有关。这字我好像见过。小时候在沈家的藏书阁里，有一本残卷，上面的字和这个很像。认的是什么意思吗？记不太清了，好像是……死了很久了，风吹的。应该是问心者入，欺心者亡。问心者入，欺心者亡。这是真心。要解开这个阵法，需要问心。怎么问？这是那幅画像上的人，那个天平，真是求学好问。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一个问题：愿意为另一个人付出什么？回答得出来，就能活着出去；回答不出来，就会变成他们。那我们要怎么回答？别乱动。当然是不回答。当然是不回答。一起劫掠更残痴。活动了一下。月破一，可抵御天劫之下的一切攻击。好东西。看来现在后悔碰那宝物也不行了。那就来试试。就是前尘。别叫！
夜晚年如何寄生，又与你眉心风霜，一往而深。情郎不讲，一入空门，就是前尘难遥感。殿下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你伤到哪里了？还能动吗？要不要先坐下来？先别动，让我靠一会儿。若不是你愿意替我走这一趟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分身。蛟龙族那边的事刚收尾，白玉那边又请我过去，我这脚底都快抹油了。若不是你愿意替我走这一趟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分身。蛟龙族那边的事刚收尾，白玉那边又请我过去，我这脚底都快抹油了。桂英姑娘言重了，围剿一事，若不是你从中周旋，蛟龙族怕是早已……你帮了蛟龙族大忙，我替你跑一趟，本就是应当的。白玉这人做事向来稳妥，留了后手，不会让人抓到把柄。这一回，他就算想反悔也来不及了。粮道上的手脚已经做了，他只能顺着走完。至于天宫峰，我只是虚晃一招，放了一点风声出去，让他们觉得出手的时机还没到。天宫峰那些人没算到100%的把握，是不会动手的。你真的不回去，太子那边怕是已经不差这点时间，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办妥，就回去。这是万年符，若是遇到难处，捏碎了它，我便能感知到你的位置。行，那明天一早出发，今晚你先住下，我让弟子给你收拾一间屋子。对了，那件事你到了地方就知道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阴森。摘一行入目朝夕，四时交替。你手手缠绵烟雨，奈何我只手不及。你身上有深海的味道，还有另一个人的味道，很强的男人，有点霸道。你是不是刚从他那儿跑出来？没有跑，只是出来办点事。办点事儿？那你耳朵怎么红了？还带着一点害羞的味道，虽然很淡。你属狗的，我属狐狸的，闻味道是天生的本事。你这种深海味儿，还有那个霸道男人的气息，隔着一座山我都闻得到。龟梨姐姐说，过2天要让我陪你去办件大事。她说你修为很高，让我跟着你长长见识。你修为如何？筑基中期，但是我会闻味道，我还能闻出方圆3里内有没有埋伏，谁在撒谎，我闻一下就知道。我还能闻出一个人身上有没有带伤，伤在哪里，流了多少血，是新鲜的还是旧的。那确实有用，对吧？所以这一路上得罩着我。桂姨姐姐说你很厉害，能打过那个叫什么来着的？谁？她说你能打过龙隐国太子，那我跟着你，应该不会被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吃掉吧？不会。那咱们晚上睡一起？我怕黑，而且万一晚上有东西摸进来，你离我近一点也好及时出手，对不对？好吧。好嘞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话说你饿不饿？饭马上就好，你等我。嘴里说着不要，身上的味道却是暖的。这个银头发的人其实挺好说话的嘛。
姐姐，你在看书啊？那我打扰一下你，应该不会打扰到你吧？你不打扰也已经打扰了，进来吧。姐姐，你这凤仪宫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安静了。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总觉得连自己喘气的声音都太大了。你若觉得安静，让工人多点几盏灯，添几个人说话就是。灯再多也热闹不起来。这宫里啊，能陪我说话的也就只有姐姐了。我听说姐姐带了一位姑娘回来，叫什么来着？青灵。灯再多也热闹不起来。这宫里啊，能陪我说话的也就只有姐姐了。我听说姐姐带了一位姑娘回来，叫什么来着？青灵。青灵，我族中旁支的女儿，血脉纯正，性子温顺，知书达理。姐姐眼光高，能被你夸知书达理的，怕是不止知书达理这么简单吧？你倒是会听，我确实是带她回来给石潭看看的。给太子？姐姐这是要给她选妃？石潭不小了，东宫空悬多年，早该有人替她打理内务。青莲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知根知底，性子也稳成，不会给她添乱。那可不一定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。哦，你这意思，你也会骗本后？怎么会呢？我哪敢骗姐姐呀？我要是骗了姐姐，谁来陪我说话解闷？谁来听我念叨那些有的没的？姐姐这不是冤枉我吗？姐姐，我儿子他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石溪那孩子性子烈，藏得也深，若是不想让人找到，谁都找不到他。但他是你的儿子，总归会回你身边的，你且耐心等等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好，那姐姐，我再等等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起身吧。苏娘。哟，太子殿下好久不见，越长越俊了，也不知道随了谁。苏娘娘谬赞。你来的正好，有一件事要同你说。青罗见过皇后娘娘，见过苏娘娘。她叫青洛，我族中旁支的女儿，血脉纯正，性子温顺。这次随我回宫，会在宫里住上一段时日。青洛姑娘，太子殿下安好。姐姐家的姑娘果然生得好看，太子殿下觉得呢？这位青洛姑娘如何呢？苏娘娘说笑了，青洛姑娘是母后族中之人，自然是极好的。青灵初来宫中，人生地不熟，你这几日若是得空，带她到处走走。儿臣知道了。寻苍浪淘万里，未敢回首，添春秋一笔。风起时云山这别离，尘埃天地。这阵子怎么感觉好不对劲啊？凉飕飕的，不是天气那种凉，是从脚底板往上爬的凉，好像有人在背后跟着，回头又没人。还真有点阴森森的感觉。好可怕！韩渊，你可不能离开我半步，我只是一只弱小的小狐狸，哦，不是半妖，我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的，你可别让我一个人待着。你只知当这一个传说吗？什么传说？厉鬼会优先前朝话多的人，因为活着的时候吵得厉害，死了以后也比较容易被注意到。哎呀，骗你的！坏韩渊，你故意的！你刚才明明就是在吓我！你，亏我还真以为你是个好人！我又没说是真的，你自己信的。啊！记仇了。好，不逗你了，我的错。现在还怕吗？哎，还真的好多了，神医啊你！话说回来，你闻到什么味道了没有？这味道不像是普通的霉味和湿气，是另一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下腐烂了很久，那层土盖不住了，味道正从我缝隙往上渗。铁锈，很旧的铁锈，像是几十年前的血渗进了石头里，被泥盖住了。
又被雨水反复泡过，那个味道已经和石头长在一起了。还有一种像是烧过的纸灰混着香灰的味道，很淡，但它和别的味道粘得很紧，分不开。